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我和你什么关系啊？许岩终究还是刀子嘴豆腐心，尽管事先坚决表明不让沈浩明送她回家，可最后还是坐上了沈浩明的奔驰大 G。车内原本平静的氛围，却因蒋亮曾对许岩施以援手这件事而急转直下，二人再度陷入激烈的争吵之中。许岩一股脑地将心底的积怨倾吐而出，他直言自己第一次与沈浩明见面时假装晕倒，在学校他学习的是街舞，而非优雅的芭蕾。沈浩明每次送他的礼物都像是早已过时，就连他那标志性的大油头，多年来一直未曾改变，还有他故意戴上眼镜，试图营造出的老前锋。甚至许岩还提及，在沈浩明之前，自己有过不少感情经历，而沈浩明也不甘示弱，他透露给许岩包扎伤口的创口贴其实是秘书买的，当时在工作室念出的网络博文也是自己故意为之。许岩为他挑选的衣服，没有一件能让他满意，就连在许岩家宴上品尝到的菜肴，也让他觉得味同嚼蜡。在激烈的争吵声中，沈浩明一气之下将车停在路边，两人关系瞬间降至冰点，再次分道扬镳。3天2月8号上午10点，民政局办离婚。回到家的沈浩明看到沈浩辰正坐在书桌前写作业，他注意到沈浩辰最近的语文成绩有所下滑，便提及是否需要请个老师来辅导。沈浩辰却告诉他，之前一直是许岩在帮助自己学习语文。接着沈浩辰问起哥哥什么时候能把嫂子接回来，他直言沈浩明明明心里很想念许岩，却总是嘴硬不承认，还鼓励沈浩明，男生被女生拒绝是很正常的事，就算被拒绝多次，也要努力把女生追回来。沈浩明听后心中五味杂陈，回想起弟弟的话，他内心深处那股对许岩的眷恋被重新点燃。当晚他鼓起勇气给许岩发信息，希望他能再次陪自己与巴莱金先生共进晚餐。然而此时的许岩仍在气头上，毫不犹豫地以没时间为由拒绝了他。沈浩明无奈之下只好提到会给许岩报酬，可这条信息发出去后，两人之间的联系又一次陷入了僵局。怎么追回来？难道还要跟他吵架吗？我真是一头猪！另一边获得100万资金注入的许岩，全身心地投入到公司装修中。他精心挑选场地，租下了一个宽敞明亮的空间，还购置了各种全新的电脑等设备。严一方就这样从一个在家办公的简陋小工作室，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家初具规模的小公司。许岩看着焕然一新的办公环境，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憧憬。与此同时，沈父在晚上约见了沈浩明。原来公司即将围绕018号项目展开开发工作，而在开发过程中，意外发现核心区域有一块120亩的土地，竟然在10年前就被沈浩明收购了。父子俩在夜晚的灯光下就此事展开了深入的交谈。沈浩明回忆起10年前的情景，那时这块地不仅远离市区，而且十分荒芜，几乎没有任何开发价值，所有人都对他避之不及。但沈浩明却独具慧眼，他敏锐地察觉到这块地距离高铁站非常近，随着交通的发展，未来人们一定会围绕高铁区域进行规划和建设，这里必将蕴含着巨大的商机。于是他积极动员大学同学一起投资，最终成功拿下了这块地。如今面对公司的发展需求，沈浩明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无条件将这个项目送给公司。他感慨地表示，从与沈浩辰以及许岩的这些事情中，他深刻意识到自己和父母之间存在着难以跨越的理解鸿沟。但经过这段时间的种种经历，他也真切地感受到父母一直以来对自己的包容和默默支持。因此他希望通过这次无条件的奉献来表达自己对父母的感激，也希望能借此缓和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开启新的相处模式。这样，浩明，如果这一次你能够促成和巴莱金的正式合作，并且能够开拓金达对海外的市场，那老爸给你一个承诺，我会让你进董事会。欢迎加入严一方，谢谢你们来帮我。严姐，你在哪我就在哪。放心，严姐，我会好好干的。严一方在许岩的悉心筹备下正式宣告成立，他招来了一批充满活力与创意的新员工，为严一方的完善与发展出谋划策。严一房还吸引了蒋亮的目光，于是一家正规的服装公司开始有条不紊地运作起来，一切似乎都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前进。然而就在许岩满心欢喜地规划着公司未来时，手机闹钟冷不丁地提醒他，明天8号是与沈浩明约定去民政局办理离婚的日子。他犹豫片刻后，还是拨通了沈浩明的电话，提及明天去离婚的事宜。电话那头的沈浩明却称自己正在俄罗斯出差，与巴莱金先生洽谈重要合作，之后还要奔赴其他国家。说完便匆匆挂断了电话。可事实上，沈浩明正身处国内的世界之窗游乐园。挂断电话后，他穿梭在各个国家样式的建筑之间，不停地拍照留念，仿佛要将这些异国风情都定格在镜头里。几天后，在公司忙碌的许岩越想越觉得沈浩明的行为有些蹊跷，他放心不下，便打电话给陈琳询问沈浩明的下落。得知沈浩明在莫斯科后，他虽心有疑虑，但还是挂断了电话。好，我这2天不在公司，有什么事情电话联系。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许岩竟在沈浩明家门口将他堵了个正着。原来许岩从陈琳处得知沈浩明在俄罗斯，可沈浩明却谎称自己在亚历山大。对啊，就俄罗斯的亚历山大嘛。亚历山大在埃及啊。谎言被拆穿，沈浩明有些慌乱，无奈之下只好编造借口，称自己今天约了医生，要去医院看病。许岩只好陪着沈浩明前往医院。到了医院，经过一系列检查，沈浩明身体并无大碍，但他哪肯轻易放过这个拖延离婚的机会，于是又要求医生给自己进行全方位的体检。他故意磨磨蹭蹭，在各个检查项目间来回折腾，只为能多拖住许岩一些时间，让他无法与自己顺利离婚。在最后的体检环节，沈浩明更是夸张，直接在厕所待了半个小时，最后还是许岩实在等不及，去厕所叫他出来。现在4点55了，5点半就下班了，来不及了。哎呀，来感觉了。哎呀，来感觉了，憋着，离完婚再弄。当两人终于赶到民政局时，却被告知民政局已经停止受理业务，离婚日期只能推迟到下个月的8号。沈浩明的计划看似得逞，他心中暗自窃喜，而许岩则气得满脸通红。但我也没用，规矩不是我定的。下个月8号，太没辙了。第二天，蒋亮以了解投资人的名义约许岩出来，两人一同来到电影博物馆，馆内陈列的经典电影海报和道具。蒋亮看着周围的一切，缓缓说起自己的过往。他小时候只有妈妈陪伴在侧，每天下午妈妈都会陪他一起看电影。上大学时，为了家族的事业，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热爱的电影梦想。就在许岩沉浸在蒋亮的故事中，与电影里出现的摩托车拍照留念时，蒋亮突然凑上前，邀请许岩成为自己的第一个乘客，试图拉近与许岩的距离。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女孩突然出现。女孩的出现让许岩瞬间明白了蒋亮花花公子的真面目，他心中对蒋亮的好感顿时消散殆尽。另一边，沈浩明独自在酒吧里借酒消愁，试图用酒精麻痹自己内心的痛苦。这时方磊来到酒吧，看到沈浩明失魂落魄的样子，他心中嫉妒不已，开始阴阳怪气地说起许岩和蒋亮勾结在一起的事情，还恶意诋毁许岩是个勾引别人的女人。但沈浩明对此却毫无反应，在他心中许岩始终是自己的妻子。方磊见状更加生气，他觉得即便沈浩明和许岩感情出现问题，自己在沈浩明心中也依然比不上许岩。愤怒之下，他直接拿起沈浩明桌子上的酒泼向了他，酒水顺着沈浩明的脸颊流下，他却没有丝毫躲避。酒保见状赶紧上前将方磊抱了出去。方磊离开后，沈浩明依旧坐在原地，这一刻他似乎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还是忘不了许岩。果然，花花公子蒋亮还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欲望，试图与许岩的关系更进一步。他借着各种由头，频繁地出现在许岩身边，然而许岩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义无反顾地拒绝了蒋亮的靠近，表示自己目前仍处于婚姻状态，即便与沈浩明之间存在着感情问题，但这绝不是他接受另一段感情的理由。同时，他也强调蒋亮是个很出色的投资人，不希望因为两人之间可能产生的私人纠葛而影响到投资相关的事宜。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的沈浩明恰好就在不远处，将二人的对话一字不落地听进了耳中。沈浩明心中五味杂陈，既有对许岩坚守婚姻底线的欣慰，又有对蒋亮基于许岩的愤怒。犹豫片刻后，他深吸一口气，走上前去，假装自然地挽起许岩的肩膀，故作轻松地说道自己原本就打算来接许岩。随后两人便告别了蒋亮。你身上已经有很多花花公子的表情，不要再加上一个不道德的第三者。离开蒋亮后，沈浩明和许岩一同走进电梯。电梯里气氛有些微妙，沈浩明还沉浸在刚刚许岩所说的话中，幻想着那些话都是他的真心话，内心燃起了一丝复合的希望。于是他鼓起勇气，向许岩表达了自己想要再次复合的想法。然而许岩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他眼神平静而坚定，告诉沈浩明，他们之间已经再无可能。他表示会尽力将事情的影响降到最低，只希望能够顺利地拿到离婚证，从此各自开启新的生活。沈浩明听后心中一阵失落，却也无可奈何。把手拿开。不要占用公共资源。回到家后，许岩的姐姐看到他回来，便忍不住问起他和蒋亮之间的事情。许岩没有丝毫犹豫，直截了当地说自己和蒋亮之间没有任何超越工作之外的关系。说完，他便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化妆镜前的许岩目光落在了首饰盒中的婚戒上，那枚婚戒曾经见证了他和沈浩明的甜蜜与誓言，如今却成了过去式。姐姐随后走进房间，好言相劝，希望许岩能够和沈浩明复合，毕竟两人曾经也有过美好的回忆。但许岩依旧不为所动，他坚定地告诉姐姐，自己现在将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了严一方上，不想再和沈浩明有过多的接触。姐姐
姐见劝说无果，只好无奈地离开。许岩独自回想起和沈浩明在一起的点点滴滴，那些曾经的欢笑与泪水，争吵与和解，如同电影般在他脑海中不断放映。他这才发现，原来二人之间的感情并没有随着时间而完全消散，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涟漪。而在另一边的方磊家中，方磊因为沈浩明的事情而借酒消愁，他一杯接一杯地灌着酒，试图用酒精麻痹自己内心的痛苦。就在他醉意朦胧之时，韩卫平突然出现在他的家里。韩卫平看着方磊失魂落魄的样子，心中有些不忍，便开始劝说起他来。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方磊，如果想要爱别人，首先应该学会爱自己，只有先将自己的事情处理好，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才能拥有爱别人的能力。然而此时的方磊已经陷入了对沈浩明的执念中无法自拔，他执拗地认为自己只爱沈浩明一个人，其他人在他眼中都变得微不足道。就在这时，韩卫平突然靠近方磊，吻上了他。这个突如其来的吻让方磊有些措手不及，但在酒精的作用下，他也没有拒绝。激情过后，两人坐在窗边，韩卫平看着方磊，缓缓说起这么多年来，方磊一直执着地追求沈浩明，却忽略了自己真正的需求和感受。如果有机会搞垮他，你感兴趣吗？你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因为我不想你在深渊里越陷越深。第二天来到公司的韩卫平便以去见沈浩明为借口，从陈琳手中顺利拿到了公司战略合作计划。他趁陈琳不注意，迅速拍下了照片，为之后自己的计划做好了准备。与此同时，在研一方里，许岩和团队成员们正为第一批货物的出货量和样式忙碌着。为了能够让研一方在市场上一炮而红，大家经过反复讨论，决定从小规模入手，采用人工编制的办法制作更加精美的成衣。最终，众人定下了第一批5个款式、限量100件的计划。计划确定后，大家又开始商量如何将这些衣服推广出去。大家各抒己见，为研一方的发展出谋划策，都对未来充满了期待。猎妻一时爽，追妻火葬场。沈浩明在过往与许岩的感情纠葛中，种种不当行为让两人关系降至冰点。如今为了挽回这段岌岌可危的感情，沈浩辰可谓是绞尽脑汁。他精心策划，以自己参加马术比赛为由，将许岩和沈浩明约到了马术中心。到了地方后，他又刻意为二人创造出独立相处的空间，满心期待着两人能借此机会重归于好。然而事与愿违，许岩似乎并不领情，他以自己要开会为借口，神色平静却坚定地准备离开。更让人意外的是，沈浩明竟眼睁睁看着许岩离去，没有丝毫挽留的意思。沈浩辰回来后，看到这番景象，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他开始责备沈浩明，认为沈浩明不该干坐在这里，而应该立刻去追许岩，把事情解释清楚，挽回这段感情。就连我们小朋友都知道，做了错事就要改。您惹嫂子生气了，现在他不理你了，你不得主动出击啊！回到家中，沈浩明又遭到了母亲的劝说。沈母语重心长地说起许岩对沈浩明的感情，他表示许岩对沈浩辰的关心，其实都是源于对沈浩明的在意。这么多年过去，沈母也看出了许岩对沈浩明是真心实意的，而如今两人走到这一步，他觉得自己也有责任，当初不该用门当户对这样世俗的标准去要求许岩，这才造成了如今这难以挽回的局面。沈母还说自己很喜欢许岩，从他身上能看到自己当年的影子，那股坚韧和对感情的执着。答应妈妈，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把妍妍给我追回来。娶她的时候就没想过跟她分开。第二天来到公司的沈浩明又受到了陈琳的规劝，陈琳苦口婆心地劝他与许岩复合，还给他出主意，让他可以利用别人来帮助自己和许岩重新恢复感情。陈琳建议从许岩的男性朋友入手，寻求他们的帮助，或许能打开许岩的心扉。而在另一边，林媛意外地在医院撞见了于一鸣和一个女生坐在一起，那女生神情哀伤，于一鸣则在一旁轻声安慰着。林媛觉得这是个机会，便赶忙叫来了乔琳。乔琳赶来后，看到这一幕，嘴上虽然说着自己没关系，自己相信于一鸣，但他的眼神中还是闪过一丝失落，随后便默默地离开了。林媛看出了机会，立刻追了上去，对乔琳说他和于一鸣不合适，自己心中一直离不开他。然而乔琳虽然今天亲眼看见了于一鸣和别的女生在一起，但她深知自己和林媛之间实在不合适，于是毅然决然地拒绝了他。第二天，乔琳主动找上了于一鸣，她鼓起勇气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感情。于一鸣，我喜欢你。之后，他提起了当天在医院看见于一鸣和女同事坐在一起的场景，他觉得两人之间似乎有更多的事情需要考虑。于一鸣连忙解释说，当天是女同事第一次遇见治疗无效去世的病人，自己只是去安慰一下。可乔琳心中还是有所芥蒂，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完全信任于一鸣，也不确定两人的感情是否能经得起这样的考验。所以，我想有没有可能用1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彼此都再想想清楚呢？这1个星期，我们不要联系了。
然而之后沈浩明找上了于一鸣，两人在酒馆中相对而坐，脸上都带着几分落寞。他们开始倾诉彼此之间遇到的感情问题，都觉得自己无力挽回心上人的心。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他们都需要对方的帮助来度过这场感情危机。经过一番交谈，两人一拍即合，挽回女友计划就此敲定。他们决定互相帮助，利用彼此的优势和资源为对方出谋划策，试图重新赢回心上人的爱。我们结盟吧，我们都喜欢上了这对姐妹。姐夫，妹夫，姐夫，妹夫。明天有空吗？我们咖啡厅见。浩辰学校的事，许岩因为沈浩辰的事情决定明日约见沈浩明。另一边，沈浩明正身处酒吧，收到许岩邀约信息后，本打算同意，可军师于一鸣却阻止了他发送同意的消息。于一鸣深知，若想真正获得许岩的原谅，必须主动出击。在他的极力劝说下，沈浩明当机立断，决定今日便直接前往许岩家。沈浩明风风火火地赶到许岩家，踏入家门，却见许岩正在厨房忙碌，精心准备着许多饭菜。他心中好奇，忍不住询问今日家中是否有其他客人。然而许岩并未多做回应，自顾自地将沈浩辰的资料发给沈浩明。沈浩明心中却泛起了别样的涟漪，他误以为许岩家中藏着其他男人，顿时心生疑虑。为了探寻真相，沈浩明灵机一动，借口要修理家中的路由器。他在许岩家中四处走动，看似专注地修理着，实则目光在各个角落扫视。修好路由器后，他又以测试信号为由，在许岩家中展开了一番地毯式搜索。他先是小心翼翼地打开许岩房间的衣柜，接着又蹲下身子查看床底下的情况，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藏人的角落。然而即便他将整个家中都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发现任何其他人的踪迹。找什么呢？此时许岩准备送客，可就在他即将开口之际，沈浩明突然瞥见了沙发上放着的准备更换的窗帘。这窗帘我可以自己换。哦，没事，我帮你换。女生登高很辛苦，很危险。真的不用你帮我？我来吧。于是便开始帮许岩换窗帘，这一换便是好几个小时。窗外的天色从明亮逐渐转为昏暗，夜幕悄然降临。沈浩明看着满桌丰盛的菜肴，心中涌起一股想要留下的念头。他想着能品尝到许岩亲手做的饭菜，可许岩却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明确表示让他先回去。就在沈浩明无奈准备离开的时候，门铃突然响了起来。终于来了。你说什么？我说客人来了。沈浩明心中一紧，目光紧紧盯着门口，满心期待着看到那个让他嫉妒的人。然而当门打开后，出现在眼前的却是乔林和当时严一方的两位小伙伴。沈浩明瞬间换了一副面孔，俨然一副家中男主人的姿态，热情地招呼着他们进屋。可此时乔林从许岩口中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心中对沈浩明的行为颇为不满，决定好好教育他一番。大家围坐在一起，开始以各种方式阴阳怪气地调侃沈浩明。该死，前任怎么又给我发信息啊？这烦死了，烦死了！有些男人吧就是这样，人家全心全意爱着他的时候呢，他不当回事儿；等别人不爱了，他倒是放不下了。你们说这种男人是不是有病？面对众人的嘲讽，沈浩明却丝毫没有感到尴尬。他从军师于一鸣那里学来了厚脸皮的秘诀，坚信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他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笑着说起公司旗下有一个商场即将开业，邀请大家前去购物，所有费用他全部免单，还安排秘书一同前往为大家提供服务。沈浩明的这一招超能力果然奏效，很快就赢得了两位小伙伴的好感。那要形容沈总的话，就是平易近人，自信有爱，两艳独绝，公子无双。许岩见状走上前来，提醒沈浩明回家准备明天关于沈浩辰学校的事情。沈浩明见目的已达成一部分，便顺势离开了许岩家。然而沈浩明并没有真的回家，而是又来到了酒吧，与军师于一鸣再次碰面。两人围坐在一起，开始商讨新的对策。于一鸣思索片刻，提出了 Plan B 苦肉计。第二天，陈琳按照计划来到了许岩的研一方，一见到许岩，陈琳便一脸认真地诉说起沈浩明对她的思念。她说自己多次看到沈浩明想要见到许岩，却总是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如愿。即便在公司忙碌或是出差在外地的时候，沈浩明也总是深深思念着许岩，整个人长期处于悲伤的状态。本以为这样的诉说能打动许岩，让他对沈浩明心生怜悯，可许岩却只是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丝毫感动的神情。但我就是想知道，什么偷拍能怼得这么紧？沈浩明也挺配合的呀，还不走？哦，对不起，老板，失败了。
沈浩明的苦肉计终究还是以失败告终。闲来无事的他翻起了朋友圈，不经意间许岩和蒋亮的动态映入他的眼帘。许岩和蒋亮竟同时出现在了同一个电影博物馆中，两人虽未有过多亲密举动，但同处一个画面的场景还是像一根刺，狠狠扎进了沈浩明的心。沈浩明向来是个行动派，一旦认定目标便绝不迟疑。第二天他便雷厉风行地动用各种关系和资源，将那个电影博物馆里的所有东西都买了下来。他心中暗自盘算着，等蒋亮再次来到这里时，看到自己辛苦维持的地方突然易主，那表情一定十分精彩。蒋亮如往常一样来到博物馆，可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大吃一惊，原本熟悉的一切都被沈浩明买走了。就在他满心疑惑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沈浩明打来的。电话那头沈浩明的声音带着几分得意与挑衅：喂，见一面。好啊！情敌见面分外眼红，两人一见面便开始了激烈的斗嘴。蒋亮率先发难，他趾高气昂地说沈浩明如今和许岩早已没了关系，而自己和许岩是合作者，这种合作关系远比沈浩明那虚无缥缈的过往要实在的多。他故意强调自己在许岩生活中的重要性，试图以此来打击沈浩明的自信。沈浩明岂会轻易认输？他立刻反驳道，自己和许岩是名正言顺的夫妻，这份关系是受法律保护的，绝不允许有第三者插足。他还指出蒋亮不过是碰巧成了许岩的投资人，就算没有蒋亮，以许岩的能力和才华，也一定能取得成功。回到公司后，沈浩明从陈林口中得知了一个重要消息：巴莱金先生为了能与沈浩明的公司达成合作，打算对沈浩明的公司展开为期3个月的细致考察。这让沈浩明意识到自己与许岩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随后，沈浩明吩咐陈林将电影博物馆里的东西全都丢进仓库，又让人帮忙买一些化妆品回来。傍晚时分，他径直找到了乔林，在乔林面前，沈浩明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回忆起那天去离婚的场景，当时他内心充满了恐惧，第一次害怕面对一件事情。他如今已经不想失去许岩，他原以为可以用各种物质条件留住许岩，却没想到许岩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净身出户。乔林听后面露难色，他表示自己不好介入他们二人之间复杂的关系。沈浩明见状，话锋一转，提到了于一鸣。一听到于一鸣的名字，乔林瞬间来了精神。沈浩明告诉他，于一鸣目前状态很差，整天都在想着如何才能让乔林不再生气。我是真没想到你能跟于明待在一块儿了。像那个倒数第一跟倒数第二互相帮忙，看在你这么用心的份上，就当是再给你一次机会吧。乔林提到许岩目前工作十分辛苦，明天周6还要在公司加班，而且蒋亮也会在场。第二天，沈浩明不顾一切地来到了严一方，此时蒋亮正在和许岩讨论工作。沈浩明的出现让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尴尬，但他丝毫不在意，径直走到许岩身边，开始关心起他的生活，还拿出自己精心准备的面包递给许岩。许岩有些无奈，提醒他自己正在开会。沈浩明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些唐突，停了下来，但并未离开，而是选择在一旁旁听。听着蒋亮提出的一些融资建议，沈浩明心中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过了一会儿，他实在按捺不住，亲自展示起自己的能力。他首先明确表示自己完全不认可蒋亮提出的融资提议。在他看来，虽然依靠资本可以在短时间内让严一方成为一个知名企业，但资本是贪婪的，他会在获得高额回报的同时，将严一方引向一个畸形的发展方向。长此以往，严一方很可能会被资本收购，失去自主权。沈浩明认为，要想真正让严一方长久发展下去，必须要将控制权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自己必须成为严一方真正的老板。于是他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计划，采用预售的方式，在前期通过出货回笼资金，先集中精力将严一方的 IP 建立起来，打造出独特的品牌形象和文化内涵。等 IP 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后，再开始衍生其他产品，拓展业务领域。最后一个建议，将来无论是我或者是更高阶的人给到你建议，你可以监听，但是千万不要尽信。最终的决策是自己的判断力。妍姐出事儿了，你投资的严一方已经快被口水给淹了，虚高价格10倍之多，欺骗消费者。你必须尽快终止对那边的投资，公司不再与严一方合作，立即止损。我告呀，这外面都传开了，你到外面听听去。哼，徐总，今天就一件事儿，你啊，把真银白银拍出来，这事儿啊算完了。你这是在善意的提醒我，还是在警告我？严总，不要那么逞强嘛，你就不怕你的麻烦真的一发不可收拾吗？我们在青蓝杯的比赛资格被取消了。老师，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在消除这些负面的影响，可是舆论还在啊，闹得沸沸扬扬，真假难辨的，你们还是请回吧。严总，我刚刚在打款的时候，发现账面上出了点问题，
看一下。联系到小董了吗？打他电话空号，微信也注销了。如果许岩知道巴莱金对沈浩明有3个月的考核期，那他对沈浩明所做的一切有什么想法呢？你说，我是不是已经很够诚意了？不会再打电话给他。圆圆接电话，有信号。圆圆接电话。谁？哎呦，没人叫你，我俩过去。没有人叫我，没有。哎，好。哎呦呵，这不是我家，这是哪儿啊？这是去你家的路上啊？这不是，是有掉头。不是，你去哪儿？掉头。喂，你好。这么着急敷衍啊，许小姐？我只想给你一个好心的提醒，他鞍前马后的帮你解决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他所做这一切的目的，只是为了稳住你，不让你离婚，并不是爱你。沈浩明，你不要跟我说是巧合。真的是，你以为我想吗？换作是我也不会相信这么巧合，好吗？他现在肯定误会我是那种耍心机、死缠烂打。但是我觉得啊，这招人喜欢的可以叫锲而不舍、迎难而上；这要是招人厌烦吧，他应该叫死皮赖脸、狗皮膏药。所以他没有在演戏，演了，演了。正是行凶，欺人太甚，来人啊，斩！哎呀，毛大人刚才流血啊！不要伤我父亲呀！不要啊！哎呀，毛大人，斩！是真的爱演戏啊！对不起，老板，失败了。沈浩明的苦肉计终究还是以失败告终。闲来无事的他翻起了朋友圈，不经意间，许岩和蒋亮的动态映入他的眼帘。许岩和蒋亮竟同时出现在了同一个电影博物馆中，两人虽未有过多亲密举动，但同处一个画面的场景，还是像一根刺，狠狠扎进了沈浩明的心。沈浩明向来是个行动派，一旦认定目标，便绝不迟疑。第二天，他便雷厉风行地动用各种关系和资源，将那个电影博物馆里的所有东西都买了下来。他心中暗自盘算着，等蒋亮再次来到这里时，看到自己辛苦维持的地方突然易主，那表情一定十分精彩。蒋亮如往常一样来到博物馆，可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大吃一惊。原本熟悉的一切都被沈浩明买走了。就在他满心疑惑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沈浩明打来的。电话那头，沈浩明的声音带着几分得意与挑衅：“喂，见一面。”“好啊！”情敌见面分外眼红，两人一见面便开始了激烈的斗嘴。蒋亮率先发难，他趾高气昂地说沈浩明如今和许岩早已没了关系，而自己和许岩是合作者，这种合作关系远比沈浩明那虚无缥缈的过往要实在得多。他故意强调自己在许岩生活中的重要性，试图以此来打击沈浩明的自信。沈浩明岂会轻易认输？他立刻反驳道，自己和许岩是名正言顺的夫妻，这份关系是受法律保护的，绝不允许有第三者插足。他还指出蒋亮不过是碰巧成了许岩的投资人，就算没有蒋亮，以许岩的能力和才华，也一定能取得成功。回到公司后，沈浩明从陈琳口中得知了一个重要消息：巴莱金先生为了能与沈浩明的公司达成合作，打算对沈浩明的公司展开为期3个月的细致考察。这让沈浩明意识到自己与许岩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随后，沈浩明吩咐陈琳将电影博物馆里的东西全都丢进仓库，又让人帮忙买一些化妆品回来。傍晚时分，他径直找到了乔琳，在乔琳面前，沈浩明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回忆起那天去离婚的场景，当时他内心充满了恐惧，第一次害怕面对一件事情。他如今已经不想失去许岩，他原以为可以用各种物质条件留住许岩，却没想到许岩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净身出户。乔琳听后面露难色，他表示自己不好介入他们2人之间复杂的关系。沈浩明见状，话锋一转，提到了于一鸣。一听到于一鸣的名字，乔琳瞬间来了精神。沈浩明告诉他，于一鸣目前状态很差，整天都在想着如何才能让乔琳不再生气。我是真没想到你能跟于明待在一块儿啊！
像那个倒数第一跟倒数第二互相帮忙。看在你这么用心的份上，就当是再给你一次机会吧。乔林提到许岩目前工作十分辛苦，明天周六还要在公司加班，而且蒋亮也会在场。第二天，沈浩明不顾一切地来到了严一方。此时，蒋亮正在和许岩讨论工作。沈浩明的出现让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尴尬，但他丝毫不在意，径直走到许岩身边，开始关心起他的生活，还拿出自己精心准备的面包递给许岩。许岩有些无奈，提醒他自己正在开会。沈浩明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些唐突，停了下来，但并未离开，而是选择在一旁旁听。听着蒋亮提出的一些融资建议，沈浩明心中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过了一会儿，他实在按捺不住，亲自展示起自己的能力。他首先明确表示自己完全不认可蒋亮提出的融资提议。在他看来，虽然依靠资本可以在短时间内让严一方成为一个知名企业，但资本是贪婪的。他会在获得高额回报的同时，将严一方引向一个畸形的发展方向。长此以往，严一方很可能会被资本收购，失去自主权。沈浩明认为，要想真正让严一方长久发展下去，必须要将控制权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自己必须成为严一方真正的老板。于是他详细的介绍了自己的计划，采用预售的方式，在前期通过出货回笼资金，先集中精力将严一方的 IP 建立起来，打造出独特的品牌形象和文化内涵。等 IP 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后，再开始衍生其他产品，拓展业务领域。最后一个建议，将来无论是我，或者是更高阶的人给到你建议，你可以监听，但是千万不要尽信。最终的决策是自己的判断力。对不起，老板，失败了。沈浩明的苦肉计终究还是以失败告终。闲来无事的他翻起了朋友圈，不经意间，许岩和蒋亮的动态映入他的眼帘。许岩和蒋亮竟同时出现在了同一个电影博物馆中，两人虽未有过多亲密举动，但同处一个画面的场景，还是像一根刺，狠狠扎进了沈浩明的心。沈浩明向来是个行动派，一旦认定目标便绝不迟疑。第二天，他便雷厉风行地动用各种关系和资源，将那个电影博物馆里的所有东西都买了下来。他心中暗自盘算着，等蒋亮再次来到这里时，看到自己辛苦维持的地方突然易主，那表情一定十分精彩。蒋亮如往常一样来到博物馆，可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大吃一惊。原本熟悉的一切都被沈浩明买走了。就在他满心疑惑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沈浩明打来的。电话那头，沈浩明的声音带着几分得意与挑衅：“喂，见一面。”“好啊！”情敌见面分外眼红，两人一见面便开始了激烈的斗嘴。蒋亮率先发难，他趾高气昂地说沈浩明如今和许岩早已没了关系，而自己和许岩是合作者，这种合作关系远比沈浩明那虚无缥缈的过往要实在得多。他故意强调自己在许岩生活中的重要性，试图以此来打击沈浩明的自信。沈浩明岂会轻易认输？他立刻反驳道，自己和许岩是名正言顺的夫妻，这份关系是受法律保护的，绝不允许有第三者插足。他还指出蒋亮不过是碰巧成了许岩的投资人，就算没有蒋亮，以许岩的能力和才华，也一定能取得成功。回到公司后，沈浩明从陈琳口中得知了一个重要消息：巴莱金先生为了能与沈浩明的公司达成合作，打算对沈浩明的公司展开为期3个月的细致考察。这让沈浩明意识到自己与许岩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随后，沈浩明吩咐陈琳将电影博物馆里的东西全都丢进仓库，又让人帮忙买一些化妆品回来。傍晚时分，他径直找到了乔琳。在乔琳面前，沈浩明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回忆起那天去离婚的场景，当时他内心充满了恐惧，第一次害怕面对一件事情。他如今已经不想失去许岩，他原以为可以用各种物质条件留住许岩，却没想到许岩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净身出户。乔琳听后面露难色，他表示自己不好介入他们二人之间复杂的关系。沈浩明见状话锋一转，提到了于一鸣。一听到于一鸣的名字，乔琳瞬间来了精神。沈浩明告诉他，于一鸣目前状态很差，整天都在想着如何才能让乔琳不再生气。我是真没想到你能跟于明待在一块儿了。像那个倒数第一跟倒数第二互相帮忙，看在你这么用心的份上，就当是再给你一次机会吧。乔琳提到许岩目前工作十分辛苦，明天周六还要在公司加班，而且蒋亮也会在场。第二天，沈浩明不顾一切地来到了严一方。此时，蒋亮正在和许岩讨论工作。沈浩明的出现让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尴尬，但他丝毫不在意，径直走到许岩身边，开始关心起他的生活，还拿出自己精心准备的面包递给许岩。许岩有些无奈，提醒他自己正在开会。沈浩明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些唐突，停了下来，但并未离开，而是选择在一旁旁听。听着蒋亮提出的一些融资建议，沈浩明心中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过了一会儿，他实在按捺不住，亲自展示起自己的能力。他首先明确表示自己完全不认可蒋亮提出的融资提议。在他看来，虽然依靠资本可以在短时间内让严一方成为一个知名企业，但资本是贪婪的。
他会在获得高额回报的同时，将严一方引向一个畸形的发展方向。长此以往，严一方很可能会被资本收购，失去自主权。沈浩明认为，要想真正让严一方长久发展下去，必须要将控制权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自己必须成为严一方真正的老板。于是他详细的介绍了自己的计划，采用预售的方式，在前期通过出货回笼资金，先集中精力将严一方的 IP 建立起来，打造出独特的品牌形象和文化内涵。等 IP 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后，再开始衍生其他产品，拓展业务领域。最后一个建议，将来无论是我，或者是更高阶的人给到你建议，心中涌起一股极度的恶心。趁着他们在聊天的时候，许岩找了个借口匆匆离开了。可周泽元哪会这么轻易放过他？他立刻追了出来，拦住了许岩的去路，试图说服许岩，表示自己只是希望凭借着沈家集团的名声去赚钱，根本不会对沈家造成什么影响。我给你讲一个我今天听到的最滑稽的故事，说一个平安女骗子嫁入豪门，她不是为了钱，她居然玩起了纯爱。你说这是不是比天方夜谭更？许岩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坚决地拒绝了他。然而周泽远并没有就此罢休，没过多久，他竟然凭借着一些消息找到了正在吃饭的许岩和沈浩明。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周泽远，是许岩的好朋友。啊，你好，你也来这里吃饭？许岩没跟您说吗？是他约我过来的。当许岩看到周泽远再次出现在自己面前时，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无奈。他这才意识到，眼前的这个男人是多么的难缠，而且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其实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你说，那个泽远的公司呢，是做医疗相关的。果然，最让许岩忐忑不安的预感还是成了现实。此刻，许岩、沈浩明与周泽远三人意外地聚在了一起。饭局上，周泽远不失时机地提起了公司的事务，这令本就心情复杂的许岩愈发难以承受。他勉强维持着表面的平静，直到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波澜，借故前往洗手间。然而，当他从洗手间返回，却意外发现周泽远竟在外等候。周泽远满心以为许岩会成为他的助力，却未曾料到许岩的态度坚决而明确。她不愿意，也绝不会让丈夫沈浩明卷入周泽远精心编织的骗局之中。在许岩心中，沈浩明的位置无可替代，他深爱着他，即便有一天谎言被揭穿，他也宁愿自己承担所有后果，保护沈浩明免受牵连。看来你是真的想做一个好夫人啊！我成全你，你不想用你老公的钱也可以。你把钱给我。然而吃完饭后的沈浩明也没有闲着，他暗中吩咐秘书深入调查周泽远的背景，试图揭开这位不速之客的真实面目。等到夜幕降临，许岩回到家中，面对周泽远接二连三的来电，他选择了沉默与忽视。他的目光温柔地落在沈浩明身上，这个在他生命中占据最重要位置的男人，他不愿让其受到任何伤害的存在。许岩心中暗自决定，哪怕自己的秘密终将暴露，也要确保沈浩明的安宁与幸福。次日，当许岩如常前往公司时，却在车库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惊险一幕。周泽远如同失控的野兽，将他逼至墙角。原来他的公司已濒临崩溃的边缘，情急之下，他竟将希望寄托在了许岩身上，企图通过施压让他屈服。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许岩的姐姐乔琳适时出现，她冷静地提醒周泽远此处装有监控，并假装拿起手机准备报警。这一招果然奏效，周泽远见状只得悻悻离去，留下惊魂未定的姐妹二人。经历了这场风波后，姐妹俩在熟悉的咖啡馆坐下，乔琳关切地询问起事情的来龙去脉，但许岩只是轻描淡写地称之为一场小误会，不愿过多提及。转而他询问起乔琳此行的目的，乔琳微笑着从包中取出一套化妆品作为礼物，感谢许岩默默为她支付了成人大学的学费。原来乔琳本打算在公司门口等待许岩，却因许岩直接驶入车库而错过了会面，这才有了之前那场惊心动魄的遭遇。谈话间，乔琳还提到了之前与林涛之间的不愉快，并向许岩表达了诚挚的歉意。这一刻，姐妹俩之间的隔阂似乎在悄然消融，彼此的心也靠得更近了。乔琳的变化让许岩感到欣慰，就连那2杯提前买好的咖啡，也仿佛预示着他们关系的回暖。要一个你们这儿最贵的蛋糕，谢谢。谢谢。谢谢你啊，你请客。但周泽远的故事远未结束。不久，许岩接到了父亲的电话，说已抵达荆州，并在一家宾馆约见他。当许岩踏入宾馆房间，却发现周泽远也在场，父亲则是一脸怒容。待周泽远离开后，父亲才道出心中的不满，提及许岩婚礼上使用假父母的事情，认为女儿为了攀附豪门，不惜牺牲家庭情感。面对父亲的指责，许岩内心五味杂陈。他坚定地告诉父亲，自己与沈浩明的婚姻纯粹出于爱情，绝非为了任何利益。他承认自己的选择可能难以被所有人理解，但在遇见沈浩明的那一刻起，他就已下定决心，不顾一切地抓住这份真爱，与之共度余生。我就是会不顾一切手段，抓住机会跟他在一起。
那你也不能欺骗人家。我也不想骗他，是因为从小我就知道，所有的事情我只能靠自己。许岩深知真正的幸福不是建立在物质或地位之上，他愿意为了这份感情承受外界的误解与非议，付出自己的一切。我也不想骗他，是因为从小我就知道，所有的事情我只能靠自己。当许岩的父母得知女儿欺骗众人的真相后，虽然他们知道未能从小陪伴在许岩身边，但也将她接回了家中，给予了她应有的照顾。此刻的愤怒如潮水般涌上父亲的心头，他冲动的想要立刻前往沈家，揭露许岩的真实身份。母亲见状急忙上前拦住了父亲，于是在许岩面前，父母开始了唱起红白脸。你们在演什么？他努力地说着自己如今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的，并非依赖他人，但父母似乎仍然不开心。许岩不禁开始怀疑，父母是否是因为想要从他这里得到钱财，或者认为这一切本应属于姐姐乔琳。父亲看着许岩那倔强而又无助的眼神，心中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酸楚。他意识到，他们与女儿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如此淡薄。你还姓乔吗？我不姓乔，我叫许岩。好，从此我们断绝父女关系。然而，尽管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当父亲转身离开的那一刻，许岩还是忍不住落下了眼泪。他深知从小到大，自己始终未能真正获得父母那份无私而深沉的爱。与此同时，沈浩明突然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许岩竟然将他那辆心爱的保时捷给卖了。原来，为了平息这场由周泽远引发的风波，许岩决定自己出资解决问题。他希望用自己的方式保护这段来之不易的婚姻，但周泽远这个贪婪的家伙却并不满足于此。他认为许岩给出的钱远远不够填补他公司的巨大窟窿，他必须得到沈浩明公司的投资，否则一旦公司破产，他将不惜一切代价，包括揭露许岩的真实身份。就在周泽远再次对许岩施压时，那就试试，看谁豁得出去。如果真坐牢，有你陪着也挺好。许岩终于忍无可忍，一巴掌将他打到了一边。就在这时，沈浩明的电话及时打来，邀请他一起打球。许岩心此时不想让沈浩明卷入这场复杂的纷争之中。我告诉你，你要是敢伤害他，我不会放过你。你不就是想曝光我吗？你去啊！然而周泽远却趁机回拨了电话，他告诉沈浩明，许岩现在在他这里，并约定下午三人一同见面商讨投资事宜。下午时分，周泽远与沈浩明谈起了投资的事情。在得知了周泽远公司的困境后，沈浩明表示会交给秘书处理投资的事情，并暗示问题不大。但待周泽远离开后，许岩却急忙劝说沈浩明不要投资。他深知周泽远的公司和行业并不靠谱。沈浩明看着许岩焦急的神情，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安慰许岩说，这件事情的亏损在合理范围之内，他会安排别人去做这件事情，让他不必过于担心。然而就在许岩还想要继续劝说时，沈浩明却直接打断了他的话。我想跟你说，我希望你待在我身边，每一天都是开开心心、无忧无虑的。回到公司后，沈浩明从秘书那里得知周泽远打来了很多电话。在查明他公司的情况后，沈浩明也意识到周泽远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于是他让秘书给周泽远回电话，表示公司愿意提供资金支持，并且会安排别的公司一起投资，资金会分批到位。在沈浩明的巧妙处理下，许岩的主播和主持人工作一切如常，丝毫没有受到外界风波的影响。然而许岩也渐渐意识到，这背后似乎有人在默默地帮助他保护他。当他回到家中时，沈浩明拿出了周泽远被抓的新闻给他看，他告诉许岩公司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并且还提起了他卖车的事情。他温柔地说，以后如果想要投资或者需要钱，可以直接问他要，不必再如此辛苦地自己承担。听着沈浩明的话，许岩的心中充满了感激和幸福。他深知自己找到了一个真正爱他、愿意为他遮风挡雨的男人。在未来的日子里，二人将携手共进，继续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这也是我没有想明白的事情，不过我总觉得有人在帮我，但我不知道是谁。在顺利化解接二连三的大麻烦后，许岩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系列事情顺利解决的背后，似乎有人在刻意地帮助着自己。这份来自未知的善意，让许岩既感动又有些不安。与此同时，许岩也陷入了深深的自我反思之中。他意识到自己与沈浩明之间的感情不应该建立在谎言之上，他渴望能以真实的自己与沈浩明携手走过未来的每一天。于是许岩暗暗下定决心，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向沈浩明坦白一切。然而在这个时候，喜欢许岩的于一鸣意外出现在窗外。于一鸣的出现让原本就微妙的氛围变得更加复杂，三人索性坐下来一起吃起了火锅。于一鸣的眼中似乎只有许岩一人，
他不停地为许妍夹菜，关心她的喜好，却完全忽略了坐在一旁的乔林。乔林的脸色渐渐变得难看，彻底被晾在了一边。于一鸣终于察觉到了乔林的不悦，为了缓和气氛，他主动提出这顿饭由他来请客。乔林闻言，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他怒点了30盘羊肉，似乎想用这种方式来宣泄自己的不满。饭后，许妍回到家中，处理完自己的事情后，鼓起勇气来到了沈浩明面前。他支支吾吾的试图用一种委婉的方式讲述一个朋友的故事。他说有个朋友为了能够结婚，在婚前隐瞒了老公一些事情，然而婚后的感情却出乎意料的好。现在这个朋友想要向老公坦白一切。沈浩明听着许妍的讲述，沉思片刻后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既然婚后的感情已经很好，那么继续隐瞒下去或许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一旦坦白，就像在两人的心中埋下了一根刺，随时可能引发矛盾。他更看重的是夫妻二人之间的结果，认为只要能够幸福的走下去，有些秘密或许可以永远保留。其实最后夫妻间有个好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你不要老为别人的事情发愁，行不行？相信你老公吧。说完这些，沈浩明话锋一转，将话题引到了即将到来的金达酒会上。他希望许妍能够帮助自己做好功课，了解即将参加酒会的蒋云和蒋亮2位重要人物，以便给他们留下好印象，从而获得他们家基金公司的支持。酒会当天，沈浩明早早的来到了现场。就在这时，他意外的撞见了方磊正在调配一种熟悉的解酒秘方——番茄汁和蜂蜜的混合物。这一幕瞬间勾起了沈浩明的回忆，他想起曾经和一个女孩之间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们也曾一起喝过这种解酒秘方，度过了一个个难忘的夜晚。然而眼前的方磊并没有注意到沈浩明，他蹲下身，细心地为蒋亮擦去了皮鞋上的污渍。蒋亮看着眼前这个细心的女孩，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两人的关系在这一刻悄然拉近。他们约定接下来一起前去喝酒，继续深入交流。你吃点东西，一会儿过来找我。沈浩明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五味杂陈。他走上前去，对方磊刚刚的行为表示了不满。他认为方磊的行为有失体统，可能会给家族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也不会给他们之间的合作带来任何帮助。然而方磊却有着自己的想法，他表示自己并没有那么多的计划，只是想要促进两家之间的关系，即使让自己做花瓶和陪衬，也毫无怨言。沈浩明听着方磊的话，心中渐渐涌起一股感动。他开始意识到，方磊或许为了自己甘愿付出这么多，这份深情和牺牲让沈浩明有些动容。就在这时，许妍也来到了酒会现场，她穿着一身户外马甲，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她向公司的一把手蒋云解释说自己今天外采，因此才穿成这样，为此她感到有些不好意思。然而蒋云却对许妍的马甲表示了赞赏，他认为这确实完全符合出外勤的需要。许妍见状，趁机拿出了自己的各种工作用品，一应俱全。这份专业和细致彻底引起了蒋云的注意。蒋云邀请许妍来到自己的换衣间，换上礼服来参加今天的酒会。他希望许妍能够以更加得体的形象出现在这个重要的场合。许妍换上礼服后，仿佛变了一个人。小沈总真的很好福气，娶到你这么漂亮的妻子，工作能力又强，晚上还能陪着丈夫应酬，真的是贤内助。许妍凭借自身出色的能力，成功为沈浩明争取到了与蒋云、蒋亮单独见面商讨合作的机会。这本该是沈浩明事业上的一个重大突破。然而，当双方真正坐下来洽谈时，蒋云和蒋亮却直言不讳地表示，沈浩明并非他们心中最理想的合作人选。面对蒋云和蒋亮的质疑，沈浩明提及许妍是公众人物，其影响力能够为合作带来一种独特的真实感与关注度，并且昨晚3人合照流出后，第二天便迅速冲上了热搜。这一波热度不仅让合作项目备受瞩目，两家的股票也随之水涨船高。就在蒋云和蒋亮以为沈浩明会因此更加急切地争取合作时，沈浩明却反将一军。他云淡风轻地透露，自己手中并非只有这一个选择，还有另外4家公司向他抛出了橄榄枝。那我为什么要选择远航？那我等你们电话。合作事宜告一段落后，沈浩明为了表达对许妍那天出色表现的感谢，特意来接她下班。他手中捧着一个精致的盒子，里面是一串璀璨夺目的鸽子蛋大钻石项链。许妍看着这份厚礼，心中五味杂陈。一方面，她为沈浩明的用心而感动；另一方面，随着沈浩明礼物的愈发贵重，她内心的愧疚也如潮水般不断涌来。她开始对自己当初为了促成合作而编织的谎言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那些被刻意隐藏的真相，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将他们之间的关系炸得粉碎。坐在车上的许妍望着窗外的街景，思绪却飘得很远。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林涛得知乔林竟然和于一鸣走到了一起，他怒气冲冲地来到荆州，找到了于一鸣的科室。就在他准备发作的时候，乔林出现了。他迅速将林涛拉到楼梯间，
神色严肃地告诉他，自己和他早就已经分手了，现在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就在乔林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乔林的包不小心掉落在地，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其中成人大学考试的资料格外显眼。林涛看到后顿时恍然大悟，他以为乔林去提升学历就是为了能够配得上于一鸣。他得意洋洋地看着乔林，声称自己压根不在乎他有没有文化，聪不聪明。乔林听了这番话，心中的怒火瞬间被点燃，他拿起手中的包，疯狂地砸向林涛。就在场面即将失控的时候，于一鸣及时出现，阻止了这场闹剧。另一边，沈浩明原本精心策划，打算给许妍过一个难忘而开心的生日。他准备了浪漫的晚餐、精美的礼物，满心期待着能给许妍一个惊喜。然而，就在他准备出发去接许妍的时候，方磊的电话打了过来。喂，时间还真是快，他都长这么高了。你现在在哪儿？无奈之下，沈浩明只好改变计划，先去了方磊那里。当他看到独自一人的方磊时，心中便有了离开的打算。然而方磊却并不打算轻易放过他，他利用和孩子见面的事情来胁迫沈浩明，试图让他留下来陪自己。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我跟你原本就是真正意义上割舍不断的家人。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娶了一个毫不相关的女人。就在沈浩明再次想要离开的时候，方磊竟然吃下了一瓶安眠药。沈浩明见状顾不上其他，立刻将方磊送往医院。而此时独自留在工作室的许妍还在满心欢喜地等待着沈浩明的到来。他不知道一场意外已经打乱了所有的计划。回到家中的沈浩明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恍惚间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曾经那个前女友因为潜水身亡的场景。那段痛苦的回忆再次缠绕上他，让他的心情愈发沉重。我决定跟首科联手，把这些项目收回来。这不是扯吗？你收回来有什么用啊？有地皮吗？我跟首科通过镜头拿下了。签约当日风云突变，世丰集团的老总因行贿丑闻被执法部门带走。沈浩明的父亲作为相关方，受到极大牵连，公司股票如断崖般暴跌。之前精心谈好的各项合作合约也纷纷遭到合作方的质疑与搁置，公司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然而就在这个公司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沈浩明却镇定自若地站了出来。他详细地阐述了一系列早已谋划好的计划，父亲这才惊觉原来沈浩明早有布局。他敏锐地察觉到世丰集团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均问题，那些真正为公司拼命干活的人得到的回报却少得可怜。为了将关键人物拉入自己的团队中，沈浩明多次不辞辛劳地飞回国。终于在第6次回国时，他成功见到了那个关键人物。沈浩明以真诚和坦率的态度向对方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理念和计划，二人一拍即合，迅速达成了合作意向。为了让公司的股票尽快回暖，重振市场信心，沈浩明决定放出与首科合作的利好消息，但他提出要让自己的团队进入公司，并且成立一个独立部门。这个独立部门拥有高度的自主权，所有的人事任命和财务决策都必须有他自己的人参与其中，以确保计划的顺利推进和自身利益的保障。事实证明，沈浩明的这一长远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本市知名房地产企业金达集团与首科地产成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发178号地段。两家企业分别表示，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作，标志着两家企业在多元化发展战略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而沈浩明也凭借着这一系列操作，成功进入了公司的核心管理层。然而，权力格局的改变必然会引起既得利益者的不满。公司的一位老功臣吴叔眼睁睁看着沈浩明带人进入公司，自己的权力被逐渐架空，心中充满了愤懑与不甘。他找到沈浩明，试图表达自己的不满，认为不应该这样对待为公司立下汗马功劳的自己。沈浩明却早有准备，他平静地拿出一大份文件，上面详细记录着吴叔在公司盈利期间的种种行为。原来吴叔在公司赚钱的时候，利用职务之便，在美国和澳洲购置了多处房产，严重触犯了公司的利益。沈浩明直言，虽然吴叔是公司的功臣，但如今已经到了退位的时候。他拿出一份离职协议，同时表示会为吴叔争取到法院的轻判，毕竟吴叔在公司多年一直享受着高薪待遇。当晚，许妍来到公司找沈浩明，两人相约一同去吃宵夜。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吴叔匆匆赶来。他承认了公司对自己的处罚，但声泪俱下地诉说着自己为公司多年来的打拼，希望沈浩明能够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他表示自己已经净身出户，外面也没有其他公司需要自己，只求能在公司留下一个闲职。然而沈浩明却坚决地拒绝了这一要求，他以公司规定为由，态度强硬地表示不能破这个令。吴叔见求情无果，情绪瞬间失控，竟然疯狂地拿出刀来，准备对沈浩明进行伤害。千钧一发之际，许妍毫不犹豫地用手臂挡住了这一击，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手臂。沈浩明迅速反应过来，动手制止了吴叔的疯狂行为。看来你真的太退休了。放过我！没事吧？
第二天，独自在家的许妍看着手机中方磊的朋友圈，心中五味杂陈。沈浩明回家后，许妍本想与他好好谈谈昨晚的事情以及自己心中的感受，但还没等他开口，就被沈浩明打断了。沈浩明简单查看了许妍的伤口，确认并无大碍后，便拿出了自己的附属卡作为礼物，还特意强调卡没有限额，让许妍尽情使用。然而许妍看着这张卡，却并没有太多的喜悦。就在这时，沈浩明的电话突然响起，公司那边有事需要他立刻回去处理。沈浩明匆匆与许妍告别，便赶回了公司。回来吃晚餐吗？好啊，点外卖，不要自己做。我等你回来。只留下许妍一人，对着那张附属卡和空荡荡的房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谁能料到平日里总是忙碌于各种商务应酬的沈浩明，竟会亲自前来接自己的弟弟放学。他的眼神中满是温柔与关切，不仅打算带着弟弟去吃一顿丰盛的晚餐，还信誓旦旦地表示今天一整天都会陪着他。晚餐过后，二人一直开心地玩耍到晚上，弟弟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直到快要睡觉的时候，沈浩明还一直守在弟弟身边。就在这温馨的时刻，许妍的电话打来：哥，你又要走了？不走，今天陪你。独自在家等候一同吃饭的许妍，听着电话里传来的忙音，她原本精心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满心期待着与沈浩明共度一个美好的夜晚。然而沈浩明的这个决定，却让她意识到二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了危机，二人之间的感情也开始消散。第二天，许妍来到公司上班，刚走进办公室，就听见朋友们围在一起谈论着家庭的事情，大家都在羡慕许妍能够有这么美好的家庭，认为她此时一定十分幸福。许妍听着这些话，心中五味杂陈。为了打断众人的谈论，她急忙说起策划案要及时提交，试图转移大家的注意力。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之前的孙思维又在大发脾气。孙思维目前已经是许妍的外出美食拍摄品尝家，可每次拍摄时，他都吃得非常勉强，完全没有品尝美食应有的享受。要知道，观众对于美食视频是非常敏感的，孙思维这样的表现无疑会影响视频的质量。许妍无奈之下，只能前去劝告他，希望他能认真对待这份工作。他告诉孙思维，以后的视频自己会亲自审核，并且让他以后外出拍摄时不要穿高跟鞋，而是穿运动鞋，这样才能跟上拍摄的节奏。这么做也是为了团队能够变得更好。可是孙思维却并不领情，他认为许妍的想法根本就和那些大女主完全不一样。你老公条件那么好，选择那么多，为什么偏偏对你百依百顺呢？该不会有什么猫腻吧？就在这个时候，助理匆匆前来，以拍摄时间到了为由打断了二人之间的谈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新闻，我是主持人许妍。金达集团和首科地产签署战略合作后，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今天，金达集团负责人沈浩明先生代表两家企业，公布了对于178号地段的开发主题和规划。与此同时，沈浩明正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方磊送上来的项目规划书。这份规划书上贴满了详细的注意事项。沈浩明从这些细节中看出了方磊的努力和用心。尽管方磊家需要绕远路，但他还是打算亲自送方磊回家。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方磊提起了上次自己胡闹的事情。那次胡闹导致沈浩明错过了许妍的生日，他为此感到十分的抱歉。随后二人准备出发，方磊突然因为没吃晚饭而导致低血糖，突然头晕起来。沈浩明急忙扶他坐下，然后拿出一盒糖果给他。在那一刻，二人之间的距离似乎逐渐拉近，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微妙的氛围。来到家楼下后，方磊看着沈浩明，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他希望沈浩明在项目结束之后能够陪自己看一场电影，作为最近辛苦工作的奖励。沈浩明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同意了。他从口袋中拿出了那天方磊丢失的范克雅宝手链，轻轻地为他戴上。方磊的脸颊泛起一抹红晕，心中充满了喜悦。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就此停止发展。之后方磊还找上了沈浩明，二人在许妍的面前开始打起了高尔夫球。随后沈浩明表示要去见云航基金会的众人，邀请方磊和许妍二人一起。许妍眼看只是一顿工作餐，而且她也不想看到沈浩明和方磊在一起的样子，便无奈地拒绝了。晚上许妍见到姐姐后，终于忍不住说起了自己最近发生的事情。她觉得和沈浩明二人之间开始逐渐走远了，而沈浩明和方磊却越来越近，事情似乎逐渐变得不正常起来。她的心中充满了困惑和不安。另一边，沈浩明送方磊回到了家中。浩明哥，你说我棒不棒？我今天终于把蒋云蒋亮帮你给签下来了。总算没白费这个努力。你很棒。浩明哥，你好好看看我。
我早就长大了。方磊和沈浩明之间眼看就要发生更进一步的亲密接触，此时沈浩明的手机突然响起，是陈琳打来的电话。陈琳告知沈浩明，事情已经顺利搞定，相关照片也已发送到他的手机上。沈浩明挂断电话后，向着方磊展示方磊的父亲方伯伯刚刚签下的协定。方磊看着协定，眼神中闪过一丝得意，他轻描淡写的说道：“自己只要喜欢谁，父亲就会全力帮助谁。”言罢，他再次靠近沈浩明，眼神中满是期待与渴望，准备与他更进一步。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沈浩明却突然直接转身准备离开。方磊愣在原地，脸上的娇羞瞬间被错愕和愤怒所取代，他这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这段时间沈浩明对自己的好，竟然都是为了拉拢自己的父亲。沈浩明，我这么爱你，你把我当疯子！我告诉许愿，我还要告诉我被你动做什么？随便你。就在沈浩明准备离开的时候，门外突然出现了韩卫平的身影。韩卫平走进房间，拦下了方磊。原来从婚礼开始，韩卫平就已经对方磊展开了行动。无论在何种场合，他总是适时出现，对方磊嘘寒问暖，安抚他的情绪。此刻，韩卫平从口袋中掏出一支录音笔，冷冷地说道：“他手中有方磊破坏沈浩明家庭的证据。”方磊听到这话，仿佛遭受了晴天霹雳，双腿一软，哭倒在地。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所爱的沈浩明竟然一直在欺骗自己，而这个看似温柔体贴的韩卫平，也隐藏着如此险恶的用心。第二天，许妍像往常一样去接沈浩晨放学，方磊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你怎么来了？我来接浩晨放学啊。你为什么来接浩晨？我是他亲小姨啊。许妍心中一紧，她本以为方磊是准备搞什么别的花样，然而接下来方磊说出的话却让许妍如遭雷击。方磊缓缓道来，原来沈浩明在伦敦留学的时候，曾和他的姐姐谈过恋爱，后来姐姐意外怀孕，为了不让父亲发现这个秘密，便让沈家把孩子接走，这才有了如今这般复杂的关系。再后来，姐姐因为潜水意外遇难，这个事情变成了一个永远的秘密。方磊接着又说，许妍生日当天，沈浩明出现在自己家中，他还透露沈浩明想要找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老婆，而是一个能够和他结婚，让他在别人面前展示美满家庭的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沈浩明甚至费尽各种关系，让许妍当上了新闻主播。许妍看着身旁天真无邪的沈浩晨，只觉得天旋地转，仿佛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他一直以为自己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却没想到背后隐藏着如此多的秘密和算计。回到家中，许妍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向沈浩明说起了今天所知道的事情。他本以为沈浩明会解释，然而沈浩明却一脸冷漠，压根没想对此进行任何辩解。是，他是我的私生子。许妍觉得自己的真心被彻底践踏，她认为沈浩明一直在欺骗自己。沈浩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回到房间中，打开保险柜。他从保险柜中拿出一沓文件，上面详细记录着许妍从一开始到现在接触过的所有人和所有事情。沈浩明冷冷地说道：“许妍从一开始就在欺骗他，二人之间不过是相互利用而已。”他还说许妍所遇到的各种麻烦都是他在背后默默解决的。许妍听着这些话，只觉得心如刀绞。他没想到自己在这段感情中竟然也是一个被利用的对象。得知真相，许妍的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他想要逃离这个充满谎言和算计的环境。然而当他刚跑出家门不久，沈浩明就追了出来。沈浩明一脸冷漠地说道：“他的项目刚刚启动，需要许妍接下来继续陪伴在他的身边。他不希望任何人看出二人之间出现了意外，否则会影响项目的进展。”为了逼迫许妍同意，他甚至拿出许妍还没正式加入新闻岗这件事作为要挟。许妍哭着看着走远的沈浩明，她的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心中充满了绝望。她一直追求和小心维护的感情，在这一刻终于彻底崩塌。在这个充满利益博弈和情感纠葛的世界里，她成了一个最无辜的受害者，被命运无情地捉弄着。许妍终于知晓了所有真相后，心碎欲绝地离开了家。沈浩明不仅没有丝毫挽留，反而以工作相逼，将许妍独自扔在了冷清的大街上。夜幕笼罩街边的路灯散发着昏黄的光，映照出许妍孤独又落寞的身影。就在这时，助理欢欢的电话打了过来。欢欢兴奋地告知许妍，上次的录播和后期工作已经圆满完成，让她赶紧前往公司进行下一步拍摄。许妍深吸一口气，努力压抑着内心翻涌的痛苦情绪，强装镇定地前往公司。新闻工作结束后，主任找到了许妍，主任满脸笑意告诉她，领导当众表扬了她，还决定接下来的财经节目也由她来主持。这本该是令人欣喜的消息，可许妍心里却如明镜一般，她清楚自己能如此顺利，背后必然是沈浩明在暗中推动。沈浩明说的那些话，我又有什么好反驳？失去小沈总夫人这个身份，这些热情和笑脸，
它会属于我。第二天晚上，沈浩明回到家中，许妍精心准备了一桌子美味的烛光晚餐。然而看到这一切的沈浩明的态度十分冷漠，眼神只是淡淡的扫过那桌丰盛的晚餐。许妍看着他，心中一阵刺痛，但还是鼓起勇气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沉默。他承认自己当初是为了利益才接近沈浩明，此刻他真诚地向沈浩明道歉，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和悔恨。他表示自己愿意接受沈浩辰，会尽心尽力地照顾这个家庭，希望能和沈浩明重新开始。他以为只要自己真心悔过，就能挽回这段感情。许妍的眼神中充满了渴望，轻声请求他的原谅。他知道从小到大，除了姥姥，沈浩明是唯一一个对他好的男人。他不想再次失去这份温暖，不想让自己的生活再次陷入黑暗。他想要和沈浩明重新开始，重新构建一个充满爱的家庭。说着，他微微仰起头，准备吻上去。然而就在他的嘴唇即将触碰到沈浩明的那一刻，沈浩明却冷冷地避开了。你还是图名或者图利吧，这样我还会觉得你真实点。他眼神冷漠，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他认为两人之间还是保持利益的往来更为合适，不想与许妍产生更多的感情纠葛。他觉得许妍所说的一切都是假的，根本不可能相信他的真心。所以你还是不愿意相信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是。许妍的泪水瞬间夺眶而出，如决堤的洪水般止不住。她意识到自己就像童话中那个喊狼来了的孩子，谎言说得太多，如今说真心话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她。她曾经努力堆砌起来的感情城堡，在这一刻彻底崩塌。这一切都是自己咎由自取，是自己当初的虚荣和贪婪，让她走到了今天这一步。第二天，许妍只好强打起精神，跟着沈浩明去参加了项目的开工仪式。在众人面前，他们作为东道主公司的代表，展示出一副夫妻和睦的美好模样。许妍强颜欢笑，与沈浩明并肩而立，可只有他自己知道，此刻他的心已经与沈浩明渐行渐远。这段婚姻就像一个华丽的空壳，里面早已没有了爱的温度。随后在面对记者发布会时，许妍开始产生了深深的惶恐。她站在镜头前，笑容僵硬，甚至不愿意多笑一下。面对记者提出的关于她和沈浩明感情的问题，她只是机械地说着一些客套话，反复强调自己和沈浩明之间的感情很好。可她的眼神却出卖了她，那里面满是疲惫和无奈。晚上回到家，沈浩明对白天的许妍表现非常不满意，他认为许妍过于冷淡，没有展现出他们夫妻之间应有的亲密和热情，二人之间的感情已经彻底走到了尽头。明天晚上是慈善会，只要你表现好好的，我保证新闻主播转正的机会你十拿九稳。谢谢沈总。明天晚上是慈善会，只要你表现好好的，我保证新闻主播转正的机会你十拿九稳。谢谢沈总。直到许妍声音冷淡地说出谢谢沈总这句话，她的内心此刻早已对沈浩明彻底死心。二人如同陌生人一般，背对背躺在同一张床上。就在这时，方磊发来消息，想要与沈浩明见面。沈浩明本打算置之不理，然而韩卫平的电话突然打来。怎么了？方磊让我告诉你，他今晚见不到你就自杀。在哪儿？在他家。知道了。他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前往赴约。许妍看着沈浩明起身准备出门，她犹豫片刻，还是轻声问起沈浩明，自己在这个时候是否需要过问丈夫的事情。沈浩明停下脚步，只是冷冷地表示自己的事不希望许妍多问。那冷漠的态度如同一把利刃，再次刺痛了许妍的心。沈浩明来到方磊的家中，眼前的景象让他眉头一皱。方磊的家中乱成一团，方磊情绪激动，竟拿起一块玻璃放在手腕上，试图以死威胁沈浩明。他的眼神中充满了疯狂与绝望，然而沈浩明却无动于衷。他觉得方磊不应该将沈浩辰的事情告诉许妍，这是导致如今局面混乱的根源之一。果然，方磊虽然情绪激动，但终究还是下不去手。他看着沈浩明，眼中满是苦闷与不甘，嘴里嘟囔着沈浩明大半夜能够出来，说明许妍和他在一起就是为了钱。沈浩明不再理会方磊的哭闹，随后便转身离开了，留下方磊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家中。你怎么还在这呀？你赶紧给我滚呐！我收了沈总的佣金，直到你的事情彻底平息之后，我们的合作才结束。然而第二天，在荆州的医院里，于一鸣正面临着一场困局。这次手术难度过大，导致手术时间过长，家属情绪激动，认为于一鸣没有尽到责任。就在这时，前来送饭的乔林听到了这一切，他心中一紧，随后便在之后找到了家属。乔林鼓起勇气，表示自己是于医生的爱人，还说起于医生是个非常认真负责的医生。为了平息这场风波，他竟然拿出了钱，想要以此来安抚家属的情绪。果然没多久，主任便带着钱找到了于一鸣，告知他家属投诉于一鸣的爱人给家属塞钱这件事。于一鸣听后找到乔林后，乔林满脸愧疚，
为了这件事情向于一鸣道歉，并表示接下来不会再出现这种事情了。于一鸣看着乔琳真诚的眼神，随后拉着乔琳的手，二人一同前去买冰淇淋。在甜蜜的冰淇淋氛围中，于一鸣不仅原谅了乔琳，还真心的谢谢她。因为这件事虽然闹到了主任那里，但经过主任的耐心解释，家属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也表示了理解，事情得以圆满解决，而二人之间的关系也在此刻越走越近。然而到了晚上，另一边的许岩参加了那场晚会。晚会上，许岩偶然遇见了方磊，即使是沈浩明在一旁各种阻止，许岩还是坚持让方磊坐在了二人的旁边。许岩看着方磊，眼神中没有了往日的敌意，反而多了一丝关心。他甚至还轻声让方磊以后照顾沈浩明。随着晚宴的开始，第一件拍卖品登场，那是一枚20克拉的皇家蓝大钻戒。这枚钻戒在灯光的照耀下，不仅是价值连城的珠宝，更是爱情的象征。然而起拍价50万的珠宝，在众人的竞价声中一路连拍。160万，第一次；160万，第二次；300万。这看似浪漫的钻戒，却在这一刻象征着沈浩明试图用钱买下自己爱情的荒诞场景。直到许岩在拍卖会上以惊人的300万高价拍下那枚重达20克拉的钻戒，拍卖会落幕不久，他便带着这份耀眼的战利品找到了方磊。挺漂亮的，你喜欢啊？这个不能送你，不过这个可以。许岩竟然将这枚价值连城的300万钻戒赠予了方磊。随后在宴会上，许岩携手沈浩明向在场的每一位宾客展示了一幅夫妻和睦、恩爱有加的画面。然而表面的光鲜亮丽下，无人知晓他内心的真实感受。次日夜晚，老家的平静被一则电视采访打破。姥姥在屏幕上看到了许岩参加那个项目开工仪式的身影，他站在沈浩明身旁，面容却显得异常憔悴，眼神中透露出难以掩饰的落寞与疲惫。这位自幼看着许岩长大的老人，敏锐地捕捉到了孙女脸上的每一丝细微变化，心中不禁泛起阵阵忧虑。他似乎从许岩那冷漠的表情中读出了这些日子以来孙女所承受的不为人知的痛苦与挣扎。与此同时，许岩正坐在新闻后台的化妆间内，对着镜子用卸妆水缓缓擦去脸上的妆容。随着妆容的褪去，他的眼泪也不受控制的滑落。自从向沈浩明坦白了一切之后，他便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与无助之中，未来的路该如何走，他一无所知。就在这时，姥姥的电话打了过来，如同黑暗中的一束光，给予了他一丝慰藉。妍妍，你最近过得好不好呀？为什么突然这么问？没什么，就是在电视里看到你好像不太开心。电话那头姥姥的声音充满了温暖与关怀，她的话语如同春风拂面，让许岩紧绷的神经得到了片刻的放松。姥姥提到了希望许岩能够好好照顾自己，还建议让沈浩明陪她去旅游放松心情。但许岩的心中却有着更为迫切的愿望，他想要回到姥姥身边，感受那份久违的亲情与安宁。姥姥虽口头上说自己过得很好，还催促许岩抓紧时间生个孩子，让自己能早日抱上外孙，但许岩知道这些简单的愿望或许已难以实现。回到家中，许岩的目光被冰箱里那瓶熟悉的桂花酱吸引，那是姥姥亲手制作的，承载着无数温馨的记忆。他本想取出一小勺回味那份甜蜜，却不慎失手，将瓶子打翻在地，桂花酱洒了一地，如同他此刻破碎的心情。次日清晨，许岩决定即刻启程回家看望姥姥。然而当他踏进家门，迎接他的却是空荡荡的房间和紧闭的门扉。正当他疑惑不解时，邻居来到了家中，告诉许岩发生了什么。哎呦，妍妍，你可算回来了！昨天晚上你姥姥晕倒了，我们赶快给她送县城医院了。许岩顾不上多想，立刻驱车前往医院。在病房里，他看到了昏迷中的姥姥，心中充满了自责与愧疚。母亲告诉他，姥姥是间歇性脑缺血发作，幸好送医及时，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此刻姥姥需要的是静养与陪伴。在许岩的坚持下，他留了下来，独自一人守在姥姥的病床前，看着这位唯一疼爱自己的人躺在病床上，生命如此脆弱，许岩的内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悲伤。他认为这一切的不幸都是因为那些无法言说的谎言所导致的。在这一刻，他终于下定了决心，要与沈浩明离婚，彻底结束这段充满谎言与痛苦的婚姻。夜幕降临，医院里一片宁静。谁让你回来的？醒了。许岩意外地发现姥姥竟然醒了过来，他看着眼前的孙女，眼中满是慈爱与关切。许岩向姥姥倾诉了自己的打算，想要在荆州为姥姥购置一处郊区的房子，让她搬来同住，以便更好地照顾她。但姥姥却看出了许岩的真正意图，她虽然感激孙女的孝心，但更希望许岩能够过好自己的生活，不要因为自己而耽误了前程。她习惯了乡下的宁静与自由，不愿成为孙女的负担，于是便想着让许岩回去，不要耽误了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而另一边，沈浩明在公司里得知了许岩打算离婚的消息，心中五味杂陈。现在是他转正的关键，为了那个岗位，他努力了很久，
他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更不会放弃现在拥有的一切。我们离婚吧。上回我们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现在你想怎么样？我净身出户。谁也没能预料到许岩为了彻底斩断与沈浩明的纠葛，竟愿意放弃身边所有的一切。他渐渐明白，那些围绕在身边的奢华与资源本就不属于自己，不过是依附于沈家光环下的虚幻。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准备转身，离开这个看似光鲜却冰冷无比的家庭，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真正生活。沈浩明见状心急如焚，为了挽留许岩，他竟打算联系许岩的主任，试图用新闻主播这一职位作为筹码让许岩留下。然而许岩早已不是那个可以任人摆布的小白兔，他迅速拨通了方磊的电话，并打开了电话录音功能。电话那头，许岩故意提及沈浩明的种种，试图激怒方磊。果然，方磊在情绪的驱使下，说出了背后的真正目的。那我也不妨坦白告诉你，我回国就是为了跟浩明哥在一起，他结没结婚，我根本不在乎。上次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晨晨是浩明的儿子，我是晨晨的小姨。有了这段录音，许岩手中便握有了与沈浩明对抗的重要资本。带着这份底气，许岩坚定地准备离开这个冰冷的家。他与沈浩明约定，之后一同前往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这一次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因为他深知只有和过去彻底告别，才能重新开始找到真正的自我。许岩原本想来找姐姐倾诉内心的苦闷，寻求一丝慰藉。然而当他到达时，却发现姐姐正被2个好朋友拉着出去玩了。就在他准备失望离开的时候，于一鸣出现了。他看出了许岩的落寞，于是主动和他聊起了乔林的近况，说乔林最近学习进步很大，还分享了乔林生活中的一些趣事。这些轻松的话题让许岩紧绷的神经得到了一丝放松。第二天，许岩又一次搬回了自己之前的家中，站在熟悉的房间里，他环顾四周，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慨。这里虽然没有了沈家的奢华，但却充满了他自己的回忆和温度。他意识到，从这一刻起，他将正式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另一边，于一鸣接到了主任的电话，原来下周有一场手术，风险极大，而且家属对于一鸣存在一定的意见。主任希望一鸣能够确保手术的成功，否则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后果。挂了电话后，于一鸣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独自坐在家中，拿出气球，试图通过吹气球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紧张和焦虑。然而吹了一晚上气球的他，压力却丝毫没有减轻。就在这时，门被轻轻敲响，原来是乔林。他一眼就看出了于一鸣因为手术的事情而感到压力重重，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拉起于一鸣的手，二人一起走出了家门。乔林带着于一鸣来到了街边的游乐设施旁，他们一起玩起了碰碰车。欢声笑语中，于一鸣的压力似乎得到了一丝释放。接着他们又一起去买了各种心仪的手办，最后乔林甚至骑上电动车，带着于一鸣一起去看凌晨4点钟的荆州。那一刻，城市的宁静与美丽让于一鸣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和愉悦，他的压力也在这一刻被乔林巧妙地缓解了。二人之间的关系也在这一次次的相处中渐渐变得亲近起来。然而另一边的许岩却陷入了新的困境，他和离婚律师沟通的场景被孙思维无意间得知，于是流言蜚语迅速在公司里传开，众人似乎都感觉到了许岩即将离婚的气息，各种猜测和议论不绝于耳。此时方磊利用父亲的电话，在一家餐厅约上了沈浩明。当沈浩明看到身穿红裙风情万种的方磊时，下意识地转身准备离开，直到方磊提及沈浩明的离婚事情，他才停下脚步。方磊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许岩已经找了律师的事情，试图证明许岩根本就不爱沈浩明，只有自己才是真心爱着沈浩明的。就在这时，许岩恰好走进了餐厅，他一眼就看到了方磊和沈浩明挽着手站在一起的场景。我没离婚之前，你就是第三者。我没离婚之前，你就是第三者。回到办公室后的许岩坐在办公桌前，一时有些茫然。就在这时，助理欢欢匆匆走来，脸上带着一丝焦虑。他告诉许岩，公司里最近传得沸沸扬扬，都在议论许岩正在闹离婚。这件事甚至已经传到了领导的耳朵里，领导对此颇为关注，甚至有意将晚间新闻主持人的位置交给孙思维。不仅如此，领导还打算削减许岩目前负责的一些项目，而赞助商那边也似乎听到了风声，准备有所动作。面对这一连串的变故，许岩却显得异常平静。他示意欢欢不必太过操心，先安心去工作。就在这时，孙思维不请自来，他迈着轻盈的步伐走进办公室，脸上挂着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他开始有意无意地嘲讽起许岩离婚的事情，言辞间充满了挑衅和得意。许岩听着孙思维的嘲讽，心中并无太多波澜。他深知孙思维之所以如此针对自己，是因为他将太多的精力放在了别人的事情上，而忽略了自己的成长。然而最了解自己的人往往是自己的对手。接下来孙思维的话却让许岩不禁陷入了沉思。孙思维指出，许岩之所以能够请到那些商业大佬，顺利成为新闻主持人，很大程度上是凭借了沈家的关系。虽然大家都很佩服许岩的能力，但不可否认的是，沈家的人脉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离婚的事情刚刚传出一丝风声，许岩在公司的地位就已经开始岌岌可危了。许岩，你好好想想吧，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也就在这个时候，许岩接到了主任的电话。他挂断电话后来到了主任的办公室，主任一脸严肃地告诉他，有人匿名举报他在家庭背景关系中作假。面对这样的指控，许岩并没有过多地辩解，他沉默了片刻，然后平静地提出了辞职。说完，他转身离开了主任的办公室。随后，他来到了沈父沈母的面前，他将自己所有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二人，并表示自己会承担一切后果。为了公司的声誉和沈浩明的名誉，他决定在所有事情都解决之前，对外宣称自己先去创业了。说完，他向二人深深地鞠了一躬，表示歉意，然后转身离开了。另一边，沈浩明正在向黄总汇报新区的事情，黄总却显得并不太关心这些工作上的琐事，反而提起了沈浩明的私事。原来是沈浩明的妻子许岩离职了。沈浩明只能解释说，许岩是因为想要创业所以才离职的。黄总听后不禁感慨地说起自己本以为合作之后许岩会离开养老院，但没想到直到现在他还经常去看望自己的母亲。黄总由衷地认为沈浩明和许岩非常般配，许岩作为家人是真心对待沈浩明的。回到家中的沈浩明看着自己养了16年的龙舌兰枯萎了，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莫名的惆怅。他想起了那个曾经的许岩，他们一起走过的点点滴滴，似乎不仅仅是商业的交易那么简单，里面更多的是彼此之间的感情和温暖。第二天，许岩独自在家中修理水管，他手忙脚乱地折腾着，却始终无法将水管修好。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他打开门一看，原来是于一鸣。于一鸣看到许岩狼狈的样子，他迅速卷起袖子，开始帮许岩修理水管。在修理的完成后，于一鸣告诉许岩，他是从许岩的助理欢欢那里得知了他最近发生的事情，所以特意赶来安慰他。看到许岩旁边放着方便面和饺子，知道他最近可能都没好好吃饭，于是他主动提出要和乔林一起来帮许岩做顿饭。然而许岩却误会了于一鸣的意思，以为他是想要和自己发生更进一步的关系。他刚想开口拒绝，却见于一鸣已经看穿了他的心思。我之前是喜欢你，也跟你表过白，但我把那当做18岁最单纯最美好的回忆，况且也过了这么久了，我已经放下了。于一鸣微笑着对许岩说，自己知道许岩最近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无论遇到什么都会前来帮助你，希望许岩不要有心理负担。毕竟我跟你姐乔林其实挺好的。我知道你之前喜欢我，但是我在心里就是把你当成老乡和同学，没有别的意思啊。这次你真误会了。许岩原本以为于一鸣此次前来是怀揣着再次向他表白的意图，然而令他意外的是，于一鸣的心思早已悄然转移到了姐姐乔林身上，这倒也不枉许岩之前暗中撮合费心安排。然而看着因修水管而弄得浑身湿透的于一鸣，许岩便让他先去将衣服吹干，以免着凉。就在这时，门铃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许岩快步走到门前，打开门的瞬间他愣住了，门外站着的竟然是沈浩明。原来沈浩明此次前来是特意送离婚协议书的。许岩的心情瞬间变得复杂起来，结果协议书的他正欲关上门平复一下内心的波澜，沈浩明却突然伸手拦住了他。他表示希望与许岩亲自核对离婚协议上的每一条款项，确保双方都没有异议。许岩无奈只得让他进了屋。沈浩明刚坐下不久，吹干衣服的于一鸣也恰好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三人面面相觑，气氛一时有些尴尬。在于一鸣和沈浩明相互介绍彼此的身份后，于一鸣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他匆匆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这个略显压抑的空间，给许岩和沈浩明留下了单独交流的机会。沈浩明重新将话题拉回到离婚协议上，他指出协议中有一条要求许岩以后未经许可不得对外公布与沈家相关的任何消息，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以免给沈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许岩听后认为自己一直以来都行事谨慎，从未有过任何不妥之处。我知道这个于一鸣是你姐的男朋友。其实你不该做生意的，你应该去当间谍。只是善意的提醒。我也提醒你，明天就是8号，
民政局见。随后第二天，两人一同前往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然而到了民政局后，他们却被告知现在离婚有冷静期，需要1个月之后二人再次前来办理，才能正式完成离婚。这个消息让两人都感到有些无奈，但也只能接受现实，各自回家等待。沈浩明回到家后，发现家中气氛异常压抑。弟弟沈浩辰因为吃不到许妍做的菜而闷闷不乐，他认为是沈浩明惹许妍生气了，才导致他离家不归。沈浩辰一气之下独自回到房间。沈母看着桌子上的鱼，眉头紧锁。他觉得这道菜远没有许妍做的好吃，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失落感。他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看上眼的媳妇，心情愈发糟糕，最终也生气地离开了餐桌。就连沈父看着一家人如今这个样子，也默默地走开了，只留下沈浩明一个人独自坐在餐桌前，面对着满桌的冷菜残羹。他突然意识到，原来许妍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远比他想象中的要重要得多。晚上，沈浩明来到沈浩辰的房间，他看着床上的相册，里面全是许妍陪着沈浩辰一起度过的开心日子。那些照片中的笑容让沈浩明不禁陷入了沉思。他开始意识到，许妍不仅仅是一个妻子，更是这个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第二天，沈浩明来到公司后，便迎来了一场关于他加入董事会的投票。然而投票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一共13人的投票中，反对票和赞成票都是6票，只有沈父还没投票。在众人的目光之下，沈父毅然决定投下了反对票。我反对。7票反对，6票通过。沈浩明无法加入董事会。等到沈浩明跟着父亲来到办公室之后，沈父才说起了真正的原因。原来沈父之前在门外意外地听到了股东们对沈浩明的评价，他们认为沈浩明在英国留学期间私生活混乱，之所以能进入公司，完全是靠父亲的关系，因此他们不想让一个私生活不检点、靠关系上位的人加入董事会。随后沈父又说起了沈浩明在留学期间留下的种种问题，以及因为无法与门当户对的人结婚而引发的家庭矛盾。他甚至指责沈浩明欺骗父母有关许妍家庭的情况，导致现在家庭关系紧张，婚事也未能妥善处理。沈父越说越生气，他对沈浩明的表现感到极度失望。去长安县，把子公司工程延期的那个事情给我搞清楚，不弄清楚就不用回来。脱离沈家的资源庇护后，许妍的求职之路荆棘丛生。曾经在新闻主播岗位上得心应手的她，如今想找一份相关主播工作都困难重重，简历投出去无数，回应却寥寥无几。就在许妍几乎要灰心丧气之时，朋友及时出现，带着她去见了一位老板。这位老板看在朋友的面子上，给了许妍一个当主播的机会。许妍满心欢喜，以为终于迎来了转机。然而当她得知这个主播工作是网络带货主播时，心里还是有些忐忑，毕竟这和她以往的新闻主播工作有着很大的差异。试播开始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618舒适家纺直播间。舒适家纺以全球闻名的实验品牌形象。许妍下意识地用起之前新闻主播的口吻来直播，她试图以专业的形象来吸引观众，可没过多久就被叫停了。原来网络带货主播需要的是更加活泼亲切的风格。为了帮助许妍尽快融入这个行业，老板决定亲自带她感受带货的节奏和氛围。老板在镜头前熟练地介绍产品，气氛十分热烈。许妍在一旁也试着模仿老板的样子开始带货。突破底价，突破底价，有了，来跟我说，来，忘掉播音腔。忘掉播音腔，打开新世界，打开新世界。哎，对，保持住个激情。可还没说几句话，他就开始咳嗽起来。老板见状，无奈之下只能让他先回去休息。与此同时，沈浩明也来到了成安县，他此行的目的是查明工程款的事情。当他走进总经理室时，眼前的景象让他有些意外。这个房间十分狭小，他只能睡在后面的隔间里。再看工程资料，乱七八糟的堆积在一起，根本没有进行分类整理。负责人看到沈浩明来了，立刻满脸堆笑的奉承起来，还一个劲儿的拜托他尽快将上面的资金拨下来，好让工程能顺利推进。沈浩明却十分冷静，他明确表示会等到自己查清楚所有事情，处理好一切问题之后，再考虑资金拨付的事情。而那个表面上对沈浩明奉承有加的负责人，在离开之后却露出了另一副嘴脸。那万一他看出点甩手吗？看出什么？你瞅那小子那样，工地上的门门道道他懂吗？我都不懂。他说自己故意安排这样简陋的住宿和办公条件，就是想尽快把沈浩明这个麻烦赶走。在这个看似平常的夜晚，许妍和沈浩明虽然身处不同的地方，却都在为了各自的事业而努力拼搏着。经过一晚上的刻苦学习，许妍信心满满的再次前来试播。她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可没想到还是出了问题。由于太过于着急想要表现出色，她的语速过快，促单的语气也过于强烈，这让观众们感觉很不舒服，很容易引起大规模退单的情况。老板只能根据脚本来
改变话术，并让许岩先跟着其他有经验的主播一起学习。就这样，许岩开始了自己的吃播之路。在直播中，他不停地吃着各种各样的食物。然而，许岩的吃播直播竟然被在家的姐姐刷到了。姐姐看着许岩在直播间里大口吃东西的样子，又心疼又生气。她通过于一鸣找到了许岩的家中。当她看到许岩因为吃多了而肚子痛、难受的样子时，心里一阵酸楚。姐姐忍不住抱怨起沈浩明一家人，说他们竟然如此无情，一点都不念及许岩对他们家的照顾。可许岩却十分平静。他认为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自己做错了，他当初不应该说谎和沈浩明结婚，现在走到这一步也是自己需要承担的后果。他还坚定地说，等到离婚冷静期结束之后，就会和沈浩明正式离婚。而且我觉得我现在过得很坦荡，不像之前那样随时害怕被揭穿，清心胆战地过日子。自许岩与沈浩明分道扬镳后，两人各自踏上了艰辛的奋斗之路。许岩投身带货主播行业，每日面对形形色色的挑战，从选品策略到直播技巧，从与供应商的周旋到与观众的互动，每一步都凝聚着他的汗水与智慧。而沈浩明则踏上了前往成安县工地的征途，他的任务是深入调查工程延期背后的真相。初到工地，沈浩明便被这里杂乱无章的景象所触动。钢筋随意堆放在露天场地，经受着风吹雨打，表面已开始出现锈迹。显然，这样的存储方式极易导致钢筋氧化，影响工程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沈浩明逐渐与工人们建立了信任。在一次次的闲聊中，他从工人们的口中得知了更多关于工程延期的细节。在建的楼房中，窗户尚未安装，内部材料毫无保护措施，一旦遭遇雨季，后果不堪设想。除了天气因素外，管理上的疏漏、材料的不当存放以及施工标准的缺失，都是导致工程进度受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些问题，沈浩明决定采取行动。他召集了所有工人，首先亮明了自己的身份与来意。客套话我就不多说了，我这次来这儿，主要是调查我们工程延期的问题。随后详细列举了他在工地中发现的种种问题，从钢筋的锈蚀到楼内材料的保护，从施工标准的缺失到管理上的漏洞。沈浩明深知，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工程将无法通过验收，更无法按时交付。于是他果断提出了返工的要求。然而这一决定并未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带头的小包工头首先提出了异议，他声称公司目前资金紧张，无法支付返工所需的费用，要求沈浩明先解决资金问题，工人们才愿意继续工作。同时他还强调自己只是按照公司的要求施工，对于工程质量问题并无直接责任。面对这样的回应，沈浩明并未动摇，他敏锐地察觉到工人们施工质量的低下以及缺乏统一标准的问题。为了激励工人们提高施工质量，沈浩明提出了签署个人合同的想法。他承诺，只要工人们能够按照标准施工，保证工程质量，他将亲自监督工资的发放，确保每个人的劳动都能得到应有的回报。然而这一提议却遭到了小包工头的误解，他认为沈浩明此举意在挖角，试图将他的团队纳入麾下。面对误解，沈浩明耐心解释，他强调自己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确保工程的质量和进度，同时保障工人们的合法权益。为了打消工人们的顾虑，他还特意准备了一袋子现金，表示每天工作结束后，工人们都可以到办公室领取当天的工资。这一日结工资的承诺瞬间点燃了工人们的热情，他们纷纷表示愿意与沈浩明签署合同，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去。就在小包工头准备抗议并带领部分人离开时，沈浩明一个电话便叫来了一大批新的工人。在沈浩明的带领下，工地上的各项工作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起来。回到办公室后，沈浩明并未放松警惕，他向工程负责人询问了工程延期的具体原因。负责人解释说，材料和人工的涨价是导致工程进度受阻的主要原因。然而沈浩明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材料和人工的涨价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原因在于工程的多次返工，浪费了大量的材料和人力。他还暗示这其中可能存在着不为人知的利益输送。3天，就3天时间，把整个项目初始到现在，所有采购的报价、实际支出、员工工资整理一遍给我。与此同时，另一边的许岩也在为自己的事业奋斗着。他成功申请成为了单独直播间的主播，开始了自己的带货之旅。在一次直播中，陈琳偶然刷到了许岩的直播间，并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沈浩明。于是当沈浩明看到直播间里的许岩正在热情地推销无骨鸡爪时，他的目光被一个疯狂下单的观众所吸引。查看头像后，他发现这个人竟然是沈浩辰。于是一场无声的较量在直播间里悄然展开。沈浩明也加入了疯狂下单的行列，与沈浩辰争起了榜1大哥的位置。然而最终还是沈浩辰更胜一筹，稳稳守住了榜首。这50、70、100的，这好几百单了，能吃完吗？搞批发的？你管他是不是搞批发的呢？这就是他直播间的金主爸爸，妥妥的榜1大哥。
许岩从未料到，在直播间里那个疯狂下单、占据榜一大哥之位的温暖的港湾，其真实目的竟是为了与他见上一面。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关注，许岩内心五味杂陈，本打算婉言拒绝这份不期而遇的邀约，然而直播公司的老板却极力劝说许岩把握住这次机会，认为这或许能为他的直播事业带来新的突破。在工作的重压与老板的期许下，许岩最终无奈妥协，接受了与榜一大哥见面的提议。约定的日子如期而至，许岩踏入了一家静谧的咖啡店，心中暗自揣测着即将见面的榜一大哥会是何等模样。他原以为会是一位中年男士，却不料被告知并不是他。正当他四处张望，心中充满疑惑时，一个熟悉的身影悄然出现在他的身后。嫂子，竟然是沈浩辰。原来沈浩辰因长久未能见到许岩，心中思念难耐，无奈之下才想出了这个别出心裁的办法。榜一大哥，温暖的港湾。我们老师教我的，家就是温暖的港湾。你们老师说的对。晨晨，直播间里下单的钱哪儿来的？他借助阿姨的手机，以榜一大哥的身份在许岩的直播间疯狂下单，只为能引起他的注意，进而获得一次见面的机会。阿姨得知此事后，出于对许岩的关心与帮助，也欣然同意了这个计划。然而当许岩得知真相后，却并未因此感到开心，反而觉得这份见面方式过于刻意。他执意将下单的钱转给阿姨，并明确表示不希望沈浩辰在任何的直播间下单。面对许岩的坚决，沈浩辰只得坦白，那几百单的无骨鸡爪，他以悉数送往了沈浩明经常捐助的福利院。这份善举让许岩对沈浩辰的印象有所改观。沈浩辰趁机提起，自从许岩离开后，沈浩明一直陷入深深的困苦之中。他看得出哥哥对许岩的思念之情，他恳求许岩能够回家，重新回到沈浩明的身边。然而许岩却只是默默聆听，未做任何回应。沈浩辰也补充道，沈浩明因工作原因出差去了外地，家中只剩下他一人，倍感孤独。还记得我的手机号码吗？记得就可以打电话给我。如果你想我的话，打电话给我，我就来接你。想去哪儿玩都可以。